盘点中国历史上最有作为的5位皇帝。中国古代的皇帝有几百位，什么样的皇帝才算是有作为的皇帝呢？是开疆扩土的雄才英主，还是稳固江山的守成之君，或是将一个王朝拉到鼎盛的盛世之君，亦或是将一个濒临崩溃的王朝拉回中兴的中兴之君呢？可能有人会说，这些都不是。在他们的眼里，对百姓好，能让百姓过上好日子的，就是有为之君。可以说，在每个人的心中都有自己的一杆秤，大家各有各的看法，所以对于这个排名，每个人心中都不一样。不过本期节目，我可以试着以我的理解，来对中国的帝王进行一个排名，有不对之处望大家海涵呢。第1名秦始皇嬴政。秦始皇是千古一帝，他统一6国，统一货币，统一文字，统一度量衡，是他开启了郡县制，让中国由家天下走向公天下，也标志了中国的政治制度由血缘走向了官僚制。车同轨，书同文，惠泽千年。秦始皇做的很多事情都是开创性的，很难想象如果没有秦始皇，现在有没有这样一个统一的中国。第2名汉武帝刘彻。刘彻平定南越，并将闽越之地纳入了中原王朝统治，使他北伐匈奴，将河套河西收归中央，是他开启了影响后世千年的丝绸之路，并为后世西域并入中原王朝打下了深厚基础，是他灭掉了魏氏朝鲜，并第一次在朝鲜建立了实际的统治机构，也是他将属西部的西夷地区完全纳入汉朝的统治之下，还是他将海南第一次纳入了中原王朝的正式统治。第3名唐太宗李世民。李世民雄才大略，一个几乎没有短板的皇帝，他文武全才，他以古为今之心替承继，隋文与明系兼并，包容3教义，东西南北天可汗，贞观之治永流传。第4名宋太祖赵匡胤。赵匡胤杯酒释兵权，收复中央集权，使政治稳定，经济发展，宋朝文人地位绝高，也是因为赵匡胤开了个好头。据说宋朝皇帝登基后的第一件事，就是要去深宫拜一块神秘的碑石，石头上刻着宋太祖的祖训，不得杀文人。第5名明太祖朱元璋。纵观中国古代史，朱元璋算是个神人，这位应该是中国历史上出身最差的开国之君了。刘邦再差也是泗水亭长，刘秀刘备虽然是农家子弟出身，好歹祖上有皇族血统，隋朝的杨家，唐朝的李家可都是前朝贵族出身，而赵匡胤也是武将世家出身。而这朱元璋最落魄的时候当过乞丐，而且祖上世世代代都是贫农，他属于典型的白手起家，就是这么一个一穷二白的人，愣是打败了纵横欧亚无敌手的蒙古军团，驱逐俘虏，恢复中华，连被中原王朝丢失400年的燕云16州也一并收回。以上这5位是在我的心目当中排名最高的5位皇帝，那您觉得呢？欢迎关注我的频道，这样就不会错过更多精彩内容。